现在1米只能赚1毛5。它主要是这店员疯狂吐槽。今天实体店你白干了没？哇，那你这卖挺便宜，99块钱。最近几天呢，山东一个叫曹县的地方火了。起因呢是短视频平台呢一个博主用山东的方言喊啊，山东菏泽曹县666啊，山东菏泽曹县牛逼666，我的妈呗！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模仿，微博上相关话题呢都已经超过了5亿。另要曹县一张床，不要北京一套房，中国新一代城市北上广曹。调侃之外呢，作为全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哎，我们实地的去看一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金。今天呢，我和周以安，然后我们俩呢来到了山东菏泽的曹县，就是现在特别火的一个汉服小镇。这边我看现在就特别火，网上有好多。不是说1/3的汉服都在这边生产吗？你们是特地来这边，之前是没有在这边？对，是就是因为这边市场好的。市场突然。对，我们已经来晚了。15年、16年的时候，像这种布我们能1米能赚1块钱，现在1米只能赚1毛5，主要是看布行多了。这就是织巾啊，马面料子嘛，就它没有织巾，没有翻啊，然后这边倒还挺好的。光说这个织巾平整度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还行。您家这个是怎么卖呢？这个8块2一米，做那种裙子通常3米，38、24。给他算30块钱，他家那条裙子卖多少？188好像。它主要是有的是卖的牌子，有的是卖的做工。但你要了解这一行的话，其实面料其实没那么贵，一般的话都用不了10块以上的面料。这个叫啥料的？这个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因为有的厂家他一仿，别的厂家仿他家的面料，所以就没有不起名字。那这种是，如果按类型讲的话，这种属于什么类型？缎子。缎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就是比较有光泽感。现在是晚上8点钟，这边呢还是你看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我们现在在曹县的 CBD 高档美食小吃，10块钱40串。然后这里面没有酒店，对不起，我们要开车去到17公里之外，是曹县的县城。咱们要往曹县市中心开。他该不会要我们的曹县护照吧？曹县护照，你这属于偷渡，你知道？港澳曹通行证。本场对外放活和带自己家就1个月工资2000到6000，那我觉得可能就是4000块钱了。布料仓库很全啊，这边啥都有，快递、布料、缝衣工，然后拍摄。自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个我猜呀，就是民间衣服在这儿。你的经验，这个得卖多少钱？最起码100多吧。这么说吧，跟某大部分汉服商家比起来，居然是他赢了。这个上衬，然后把布盖在这个上面绣，不然因为有很多像雪纺呀什么的都特别薄，直接在那边绣可能就会有拉扯、撕扯什么的。两边全是各种打板绣花面料各种工厂。1块钱1万只，按针的。你们这个是现在做的是演修服是吧？对。那个是练功夫。你这一天能产多少？比较麻烦的话就卖的，像那种简单一点的话就很少，因为这一个机头就出20个。像它那么大小，这种复杂程度大概绣这么一次要多少钱？20分钟，正常的话一天也就几百件。这个是你把衣服板打好以后，不是要出衣服吗？衣服的绣花的印花，我们可以打板。就是你给我们给个稿子。转印技术，我之前在深圳，我们做那个伞也是转印的。您这边出一件样衣是咋定价？看绣花的多少，绣花多就贵。如果不是大面积绣花的那种，大概是一套样衣出来要多少钱？2000块钱吧。2000块。
这样子我们出大货的话，樱花3块钱1米。这边咋说呢，就是会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因为毕竟是狗料。对，如果说你要说要求特别好的品质的话，估计这边会没有那么好的品质。那边的机绣主要就是绣完之后特别的硬，如果你用人丝线，它就会软一点；如果你用我们正常的那种丝线，它就会硬一点。哦，只要把原料把控好，其实还是可以做出那种质感的。对，是的。还是说这边的技术上是有限制的，因为这边卖汉服最多顶多300多块钱。这就是3米的汉服，就是卖就是汉服了，一个月卖3000块钱那个。哇，一个月卖3000件。对。这压褶的话，你们这一件大概加工费多少？那你看你多长了？比我的白花就这样压褶的话就3块钱。3块钱一件。哎呀，这种效果看到没有？对，这种效果。像这种的话，如果是成品布，然后送到这边来压着的，基本上就会出来一条裙子，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再把裙头系带什么的搞一下，一条裙子应该就出来了。因为它是高温压着，直接上这种特别薄的料子，可能会烫的干吧，或者说烫脆了。你就看人家那边都是弄在纸上面这样晾，从那边放进去，然后这边出来就是褶子了。这个是干嘛的？不然我要滑太快。哦，不让它滑太快。你们现在是做自己的品牌还是给人家订单？俺也是给人家家。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好像是从道定家的九尾，就是后面非常有的硕大的九尾狐开始，好像都开始流行这个背后大面积绣花。你这一天能做多少件呢？一个人？我的手慢。手慢。啊。一天十几件吗？还是几件？一天10几件就白干了没？你看老板的机器、老板的电线，还得批给老板一部分。一个月能赚4、5千块钱吗？干不了，在家里事多。在家里照顾照顾孩子，拾到地方，再加上里短的事多的。还有农活。对呀。你干了多少年？做这个4年嘛。4年也是大熟手了。那个大姐那个是吧？她那个一件的话，加工费得多少钱？那个89块钱。89块一件。这种就贵了，这种10来块的，这种连着一个。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地方，然后导航帮我们导到这个小麦地。我们刚才看很多那个人家的房子都在装修，都在盖新楼，有时候大家赚到钱了，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这边虽然很偏，但是他们这个汉服的产业真的太发达了。但是呢，它这个都是一些非常低端、非常便宜的，几十块钱一件哈，100来块钱一件，定价都比较低。哎呀，好多面料我们发现都是苏州柯桥那边，然后基本上好的面料呢都得去那边。他们这边库存只有比较便宜的什么钻石雪纺之类的。对。但是一些好的料子呢，也会在这边挂个样品。你如果订的话，他也可以从柯桥那边帮你订。然后他们那边有很多淘宝店，就是一家庭式作坊，可能就是自己家几个人，然后做一个店。你买汉服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一些这种山东的这种发货的，基本上都是这边了。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村子里面，然后这里面很多汉服店，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演出服。看人家这一天单还挺大的，几十单呢。哇，这种罩子真是好久不见了。哎，在做衣服的是吗？啊？咱们在做衣服是吗？啊，这是做啥嘞？我们卖衣服，想要来找工厂做衣服。他这是个人手机上卖。啊，自己做。尝吧。尝，我尝一下。啥苦嘞？不要，太多了。韭菜面，还可以。这不腰带吗？是吧？发带。跟奶奶很专业啊。奶奶很专业。我也不怎么会。你要啥汉服？汉服。你们自己是有淘宝店是吧？现在这段时间卖小孩的嘛。我听好多都是说现在卖小孩的。这不这样。哇，那真卖挺便宜，99块钱，是一套吗？是一套呀。哇，90块钱一套。对啊。
先拿一个看看。对，我穿一下看看，还不错，挺好看的。这个71它那个不是99一套是吧？90。你们做几年了？去年，你现在开的做，以前都是做里面小孩了。小孩的，这是你们自己的牌子是吗？对。那你们做的挺正规的啊，这商标都有了。设计的。那个从头买的手稿。收手稿成本得多少钱？不一样，这个像这个就贵一点，像有的就便宜点，有的就贵一点。那这没有再相对贵一点，就是100多嘞，不好卖。100多都不好卖。这是啥？阿里巴巴吗？啊，抖音。快手。那挺火的，在这个，好几百。这是我自己的。啊，你自己的号哈？对。啊，那你快手做的也还可以啊。我看他那一件衣服，就一个淘宝店月销20多件，他说哎呀卖不多，一件衣服一个卖20多块，20多件他卖不多。一个农村有这么大一个产业，挺了不起的。人家家里面拍快手、开网店、开工厂，人家的评论400多，你有400多的评论吗？想问一下，我也没有400，我也过期了。朝鲜为什么要做汉服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传承100年的产业——寿材行业。朝鲜呢，在明清时期呢，就流传下来了一种精湛的这种木雕技艺，人们称这里是木艺之都。朝鲜出口的木质这个棺材啊，垄断了日本近90%的市场，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是朝鲜人亲手送走的。朝鲜为什么能够抓住日本棺材市场呢？第一呢是敏锐的这个洞察力，他们抓住了日本独特的将尸体和棺材一起火化的这种特殊的殡葬文化。二是凭借精湛的这个木雕工艺，让特别挑剔的日本人都没有话说。最重要的呢是价格啊，最便宜的是200块钱，那最贵的呢也不过是日本的价格的1半而已。那棺木的这个产业啊发展起来之后呢，就带动了另一个产业——寿衣。那寿衣行业呢，本质上呢还是服装业，它的设计、打版啊、缝纫啊、加工啊，全套的产业链呢，朝鲜都有，并且呢，还全是传承100年的老手艺。剩下就是一个转换思路的一个问题。在2008年呢，朝鲜呢开出了第一家网店，但很快呢，当地的居民发现寿衣的卖家是不少，但是戏服啊、汉服啊、演出服这些市场呢，却是如此的旺盛，所以呢，就干脆转行去做戏服。于是呢，朝鲜很快成为了国内最大的戏服、演出服的加工基地。到2019年呢，朝鲜呢整个大集镇呢就有1.6万的网店，那全年演出服的销量呢就到了60亿，占全行业电商平台网络总销售额的70%。那这2年呢，随着汉服的圈子的扩张朝鲜的服装厂呢又敏锐的捕捉到了商机。通过仿制呢这种爆款的这种绣花的这个汉服古装呢，打入了低端市场。在19年末朝鲜的汉服爆款数呢就已经超过了杭州广州成都，甚至超过了3者的总和销量。20年呢，整个大集镇成为全国最大的汉服基地，那1年的销售额呢已经达到了19亿。朝鲜的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开始上阵直播卖汉服。那今年朝鲜的整个汉服销售额已经占到了整个同类市场的30%以上。也就是说，全国每3个人买的汉服呢，就有1件来自于朝鲜生产的。朝鲜的汉服为什么能卖这么好呢？2个字：便宜。可 JK 呢，洛丽塔呢，并称为破产3姐妹汉服的行业痛点在于价格。汉服呢，承载了我们汉族的杰出的工艺和美学。那一套汉服的价格呢，普遍在于500块钱以上，稍微精致点呢，需要2-3千，而且呢，这个工期呢是非常漫长的，甚至有的都要等上半年之久。作为古装服饰生产中心，朝鲜的这一帮老裁缝们直接将价格拉低至300块钱以下。我们看到2019年的汉服产业报告中，数据显示选择100到300这个价位的汉服用户呢，占到了41.78%的比重，而这个价位的汉服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朝鲜。我们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套朝鲜生产的这种齐胸的汉服，来对比一下我们周以安同学在淘宝上某大牌的一个汉服。之前买的，很多年前买的，很多年前花了多少钱？300多。朝鲜我们这个买了多少钱？100块钱。还送个东西，这是一个上山，上山，哇，这人家大菊花，这绣的皱了吧唧的。其实就还是因为这个料子太薄了，太薄了。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套呢？因为这是在朝鲜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汉服的衣服，齐胸衫裙，但是它这个做的呢是2片式的，就等于这算是最大众常规的，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裙子的用料，其实说实话挺足的，拿手上沉甸甸的。反正这一看里面的内衬就是很便宜那种，就是因为料子太过于轻薄，所以这儿都会扯起来，皱吧，里面都有小孔了。我们把这套拿出来对比一下，这其实就是很聚酯纤维的料子，它这个上衣是雪纺，
也是感觉会比那个要厚一些。你看，我们就直接对比绣花吧，它这个上衣上面其实就是2个小的，那绣花面积都没它那大。这全都用的是棉布，然后面料的，然后其实你就看这个绣花的疏密程度啊什么的，其实反而都没什么区别。技术来讲的话是没有区别，就是他们在用料，然后设计上。就总的来看呢，曹县的汉服啊，他们整体的绣花会比较多，其实。然后其实工艺吧，如果不是料子太薄，然后底部被扯得皱皱巴巴的，其实就工艺来说，就还不错，其实。就是如果这套衣服啊，你不是看了我们这个视频觉得哇一个小民房里面的，我如果说它是一个杭州一个大店，你可能也会信。曹县汉服产业的爆发呢，它关键点就在于他们已经默默占据了汉服圈以外的整个大部分的汉服消费市场，也就是演出服啊、戏服啊、景区拍照啊、影楼啊这些市场才是大头。尽管呢，汉服圈内的人呢都很鄙视曹县的这个汉服廉价呀、山寨啊、不讲形制啊，包括抄袭啊，但是毕竟呢，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汉服呢更多的是作为拍照的道具啊，而不是日常的穿着。那我们在走访中也发现啊，曹县并不是说不能够做一些这种高端的品质的汉服，而是呢，他们现在这一批用户里面呢，完全不需要他们这么做，就可以活得很好，可以卖得很火。你做的太贵太高档呢，反而容易卖不出去。靠着低劳动力的成本啊，模仿爆款，在汉服早期呢，确实是低端的生意呢非常有赚头，一套汉服卖80能赚40。但现在呢，做汉服的人越来越多了，据说一套呢，利润也只有6块到8块钱了。以往曹县的富裕呢，一定程度呢是靠的是服装行业带来的集群效应，但如今呢，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自身转型又卡在这个瓶颈上，那么优势还能保持多久呢？曹县没有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光鲜亮丽，也没有成都、杭州这些新一线城市的后起光芒。曹县可能在众多中国城市当中呢，普通不能够再普通，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在14亿中国人中也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然而，当今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却也离不开这些和曹县一样普普通通的小县城，离不开和我们一样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在聚光灯照射不到的角落，我们依然是尽职尽责地贡献着我们自己的光和热。曹县的梗为什么能够火起来？为什么能够出圈？背后呢，其实是有土壤的。曹县因为有汉服产业，聚集了大量的北漂返回的年轻人，并且呢，全都是懂直播啊、懂网络的年轻人。曹县之所以有如今的这个成就，正是因为有年轻人因为利用互联网占据了发展的优势。曹县的未来也依然由新一批有知识、有抱负、有决心的年轻人来决定。在我看来啊，汉服这个市场呢，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民族的自信心不断的提升，将来一定拥有更大的市场，而且一切才刚刚开始。汉服呢，作为老祖宗给我们留的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对它的挖掘、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走的路呢，还有很远很远。但我相信这条路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光明。最后，我也希望曹县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伟大的制造和衔头计划也会像河南焦作的雪地靴一样啊，准备联合北京服装学院的同学啊，来扶持一些小工厂、小商家，帮他们解决一些设计啊或者推广等问题。那如果曹县的工厂有需要我们的啊，都可以来给我们私信报名，不收任何费用。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视频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给我们一个点赞，感谢。